件事情是什么？是这个美国驻日的军舰纽奥良号现在传出起火了。好，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出来。但问题来了，烧了12个小时，目前知道的是2个水手受伤。那事发时间呢是在昨天下午的时候，大概4点多传出啦，说5点多的时候，其实他有请日本帮忙灭火，可是呢，后来这个请求又取消了。但到7点多的时候呢，又开始说拜托你来帮忙我灭火。这场火灾延续了12个小时。白天看起来，目前呢这个外壳没有太明显的这个问题，可问题是呢里面到底烧得怎么样？现在第7舰队这边还没有进一步的回复。最近美军确实都市之秋，因为来看看他们的海军无人舰，说挑战者号公开亮相，要挑战中国印太霸权，希望呢就是在印太地区以对抗中国的假想来提供新优势。但是呢，他们在抗衡中国打造无人舰队的这个过程当中，却被路透披露说，在今年7月加州外海测试无人舰艇的时候，有发生包括了熄火啊，包括你看看这个画面，这个真的撞得还蛮严重的哈，就直接呢从两边的视角来看 ，B 舰这边看到 A 舰直直朝它冲过来的画面，而当时呢，这2个直接这样子互撞，事故连连。那目前应该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内部呢都还在测试当中。只是啦，不只是无人舰艇出事，当时呢，在2021年的时候，南海撞山就是潜舰了。而当时那一艘康乃狄克号呢，目前的维修本来一直说今年有机会修，看下看起来可能也没时间了哈，又要再往后延，最快明年底才有办法来恢复研议、恢复服役、重新服役。这一些的内容其实产现的是一种量能，因为呢，包括了今年初杜鲁门号不是说呢，在中东这边有撞到人家商船吗？现在也传出要好好的修，可能至少要排到2年才有办法排到检修。那这个量能就会让大家去看一下美军目前军事方面的状况是怎么样。反观中方，好，原因是因为93要阅兵嘛，目前传出很多人说呢，看到他们在这个练习的时候，有看到了鹰击系列15、17、19、20，通通反舰系列飞弹都要在放在这个大家的面前哈，给大家好好来看一下他们目前的战力是什么。看起来啦，他们比较青睐的是超音速还有高超音速的飞弹，因为这个呢，确实在未来的整个战略的诉求上面是能够突破防御，甚至是拒止等等的问题的。而他们的船舰呢，现在也已经开到了第2岛链，先前都是路过而已，那这次不是了，这一次呢是辽宁跟山东号已经到了西太平洋，突破第2岛链汇合之后，开始进行演练，包含了侦察、防空、反击等等的实战化演练。有人就去算了一下，发现他们的总起降次数逼近520架次。那这一次的演练完成之后呢，大家说往蓝海水军走去，未来他们的目标是深黑水的海军。那其实呢，中日之间一直以来都有一些的纷纷扰扰。那日方呢也没有要示弱，日本媒体现在自己出来讲了，说中国他们的航母是连港口都会出不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艘前舰叫做大鲸级前舰，性能非常先进，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呢困在他们的港口里面，就透过前舰去封锁港口。但这样的一个讲法，其实呢网络上面有很多军事专家纷纷跳出来有不同的见解。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他们可能也要面对的是俄罗斯突95。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就看到他们的这个95轰炸机就直接在日本空域附近，那让这个自卫队呢直接赶紧升空，而且他们发现这个巡逻越久，已经呢慢慢的在这个海中立水域这边是绕了6个小时。那到底是在做什么？之后呢会不会更频繁，又或者绕的区域会不会更大？这个是日本现在在整个局势上面他们要观察的重点。那回过头就想请教一下亮哥了。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昨天发生了这一起冲绳美军舰起火事件之后，大家都在问：第一，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起火？第二，阿金妈到底烧得怎么样？烧了12个小时，
没有看到油的外漏，到现在起火原因还不明。对啊，外观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对呀、所以蛮怪的，闷烧。不知道、不知道啊，哈。那美国因为它的装备很多都比较旧了，所以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不知道啊。那这个美国的海军无人舰发展不顺，那目前现在全世界都在流行贴偷看到的大陆装备啊。那目前那个水下无人艇那张被拍的很多啊，到底18到20米，到处都在传啊。我看到各种语言版本，日文、韩文，通通都在报道这个。因为他就在大街上，北京的大街上那边拖啊。那据我了解，这个是蜂群战术哦。蜂群战术，就是到时候会有很多艘啊，它要进入量产的。所以你说日本的潜艇可以靠近中国的航母的港口，没问题啦。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事实上，无人艇做蜂群就是要堵你的潜艇不能进来啊，或者它可以侦察，也可以打你啊。我不知道啦，反正我的意思说，现在逐渐你就看到中国大陆就是93阅兵嘛，那他已经表示了，说会有相当多的武器是第一次亮相。是，那我认为第一个一定是针对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啦，这个就是在秀肌肉嘛，然后让美国评估一下，你认为台海如果发生战争，你真的能够出兵吗？我觉得就是这个秀肌肉啦，是的，一定是这种过程啊。其实我们现在都活在那个历史的长流之中啦，那可是中国大陆设备更新创新之快啊，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过美国的预期了。比如说无人艇啊，我还特别去查 ChatGPT， 毕竟这个是美国的啊。他说中国大陆是追的速度极为惊人啊，那他采取的战术也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就是大的对无人艇，那设备就是要做到最好。是，可是中国是做规模啊，做量。那他在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用这种狼群的战术，你就没办法啊，你就进不来啊。那美国现在也没有找到方法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它事实上都是很因地制宜啦，很针对性的啦。那就是在针对它的周边嘛，台湾啊、南海啊、东海，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这样啊。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东西美国人会看得懂啊，我们台湾其实也看得懂，可是政府不准你讲看得懂的话，问题在这里啊，所以心头壳才会登那种文章啊，就那种文章是就军事专业来讲，没有人会看的文章嘛，那你把它捧到标题，说一艘潜艇就可以搞定航母的港口。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讨论的啦啊！我们台湾也不是没有军事专家，我知道有很多啊，那人家只是就觉得，反正两岸的军力是越差越大了。那你从美国能不能买到比较像样的军备，而且能够如期的运抵啊？这问题很大了啊！目前他交件还给你拖得相当严重嘛，对不对啊？那顾立雄听说是准备了200亿美金啊，要跟美国国防部买比较好的设备了。那到底能够买到什么？这个就很现实了啊，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武器都不是自己做的嘛，那中国大陆是自己做的啊，所以它可以因地制宜啊，随时来矫正它的优缺点。那台湾没有办法。其实在这一次的93，很多人想看的就是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新东西。那再来就是因为战略上面的布局不同，那战术上面你要准备的东西就会不一样。所以请教盛峰老师会怎么看？我想93这次应该很有看头了，而且大概是历次以来的阅兵里面透明度最高的一次了。你没有发现，他这一次在未开始以前，那个训练基地不断的把那个训练的影片
播给大家看，而且最近还开放记者的访问。另外呢，他的预演呢，过去预演的影片也非常的少，大家弄给你看。不止如此，有一些在当天不能出现的，所以他也在央视里面呢，某一种程度的那个专题叫什么，他也是换给你，比如说他的那个福建舰的这个起飞啊等等，他也是换给你看。所以他这次透明度算蛮高的，只不过政府现在挡着台湾人去看了但是怎么挡？好像挡不住网络可以转播嘛OK， 那么再过来呢，今天中美经历最大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是美国呢的经历，那没有话讲，当他真的是此时此刻他所拥有的，一定是世界现在是排名第一，这个没有问题。可是问题是他新的造不出来，他不什么时候才造出来？第二个呢，坏的什么时候修得好不知道，所以新的造不出来，坏的修不好，那这个是很严重啊。在战争里面最可怕的事情就是这个北非的作战就一个有趣的例子嘛。这德国损失了400辆的坦克，美军损失了500辆的坦克嘛。可是呢，美国1个礼拜之内呢，盟军就补充了600辆嘛。那德国呢，400辆再也没有办法补充了。这场战争输赢已经很清楚了嘛。太平洋战争也是如此，日本被打下的船什么时候能补上一架不知道嘛。但是美国可以源源不绝的上去，这输赢最。今天中国大陆跟美国的比例这个军事的比例最大的差别上，这中国大陆可以不断的在制造产生他要的军舰，所有的都看那句话，第4艘航空母舰是呼之欲出嘛。然后055是同时3艘同时在盖嘛，那你想在这种情况下，那美国什么时候出现新的东西呢？还有康乃狄克从2021年撞山到现在，几年了，在地下新的人家新的找不好，这中国大陆已经可以造2艘出来了，结果他连修都还没有办法修啊，是吧？还要再微点。那航空母舰这么重要的战斗力，对美国来讲，精力最重要的，那搞到今天还弄不出来，是吧？这主要弄不出来，就是说后来的要修，不知道等到何年。其实不止这一些，今天美国的军舰拖着疲态在执勤，为什么？因为排班要修的非常的多。但只要这个时候去弄了，它的整个的战力马上出问题。那这个时候台湾向美国买武器，卖讲假话这个也对少了。就是说，你要买的那一个母子，它本身要对抗的中国大陆都已经很辛苦了，那我们去买它的，要来对抗什么东西？你了解了没有？它的母体对它都很辛苦了，我们还去买它？一手货都很难打的，我们打2手货，这种思维要改变，真的不要再兵推了，再怎么推都不会赢。台湾现在要的是和推和平推演怎么样子推可以推出和平？不是怎么推可以推战赢因为不会赢嘛，这很简单。就好像新头壳这一边，因为新头壳也是民进党重要的花生桶之一了。这个新头壳讲说，一艘潜水艇就可以把那个航空母舰挡在海上出不来，这连日本人都不敢这样想，就是有了，他用日本媒体用日本媒体的。我再举个例子来挡菲律宾的船出不来，可能有机会了。甚至挡台湾的船，都说不定还有一点机会。去挡你觉得他的航空母舰不，他的反潜能力是假的。那么他的水面作战能力是，这个点拜托，你们不要扯这种东西，这种越扯只会越让人家看不起你而已啦。因为我们也刚刚跟大家讲了嘛，包括它的辽宁跟山东现在已经到了突破第2岛链，然后在西太平洋这边，然后来进行演练，所以呢，也让日本这边很紧张，因为已经坐实它就已经变成了蓝水海军，它往黑水海军这边在迈进了。所以呢，其实周遭地域上面是有看到变化的，那只是你怎么样去选择让大家知道这个变化，请教岳老师。我觉得93阅兵可以称之为93大阅兵了，因为很少有规模这么大的高达4万多人，而且他的方阵队伍都比较大，展出来的武器又非常新颖刚刚亮哥提到了那个水下的那种航空无人器的话呢，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个水雷了，一个就是说你说是潜水艇，也就是说小了一点，那个做水雷大了一点，它基本上就是要用来表现出大陆的无人装置的设备，空中有无人机嘛，地上有无人狼嘛。就是说是那个有的机械狼了然后那个水底下有无人舰的，
潜水艇啊，这些都展示了。9月3号过去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对于中国的军事评价是很不一样的啦。因为我们外行的话呢，就并不会了解，只是看个热闹而已。但他们内行人的话呢，就针对于它里面的性能做一些评估。大家要记住啊，阅兵拿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是最先进的，应该还有更好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大陆最精彩的地方是在于它的工业发展力量了。那美国的话呢，就是新的弄不出来，旧的话呢又修不好，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基本上的话呢，你如果说抗住你第一波的话就不行的话，你接下来就只有挨打的份了，什么都不行啊。但是我觉得针对于日本呢，日媒自己的报道啊，就是靠一个潜水艇就能够守住大陆的航空母舰。我最近刚看完了南京照相馆呢，我就会发觉啊，日本人打从心里，因为南京照相馆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啊，就是说大家心里明白啊，就是说什么呢？日本人打从心底就是看不起中国人呐、他们会认为说我们在抗战的话呢，是靠了美国，是靠了俄罗斯打胜的，所以说在这种感觉上呢，他就不服气啊。那么这个日本人是非常害怕美国人的，因为美国人那个李梅将军呢，快把日本人全部干光了，对不对？那俄罗斯的话呢，大家看到我们这边以前都在讲关东军多厉害多厉害，送到西伯利亚就整得死去活来的啊，他们都非常害怕。但是对中国的话呢，必须要有一次啊，让他们害怕的机会啊，否则的话，你每次都这样登这种消息出来啊，我们刚刚听到前面2位前辈的评价都觉得非常好笑，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但是我听起来就非常难过，为什么呢？他基本上就认为你不行啊，对不对？觉得说你从1895年到现在2025年就没啥进步啊。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因。所以93大阅兵对我来讲的话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在这边的话呢，这个优势上明显。那真正能够达到这种阅兵的震慑效果的话呢，就是要让美国跟俄罗斯都感觉到很恐怖。啊，那日本才会害怕，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害怕，因为传统上、历史上来讲，以及在心理上来讲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自己讲实在话啊，那么大家的话呢，就会觉得你觉得很难过也没话讲，你觉得说是很气愤也没话讲，但是你自己要记住一个原则，这什么原则呢？就是说呢，你要让人家看得起，你一定要有实力啊，你没有实力，人家不会看得起你的。这个话都用到谁的身上都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说是这个公理强权都在大炮射程之内啊，这句话说的是很有道理，俾斯麦讲的了，就是确实有道理了。好，我们来讲讲地域哈，因为现在呢，在美洲这边有最新的进展了，来看看，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出军舰了，3艘军舰4000兵进驻加勒比海。委内瑞拉说马上动员了400万民兵前去迎战。好，为什么？白宫这边的讲法是，川普下令要在委内瑞拉附近部署3艘军舰，要用一切的力量阻止毒品泛滥。结果呢，委内瑞拉总统跟他就直接马杜罗他直接讲说，美国是疯了吧？他们哪是为了毒品啊，他们是为了石油吧？啊，这个是委内瑞拉总统这边的解释。那中方呢，他们的解释呢的回应是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他国。其实现在讲到了油就会很敏感啊，为什么？因为美国基本上呢，目前最生气的石油交易不是呢想要请委内瑞拉多产一点，然后卖他们一些，而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你印度就是一直要跟俄罗斯买油呢？我已经告诉你不能买了，要给你加税，你怎么都不听，而且不怕。好，这个是俄罗斯驻印度大使馆的临时代办，他怎么讲的？他说我们俄罗斯现在其实拥有非常特别的机制来维持对印度的石油供应，我们给他的折扣大概是5% 而已啦。那印度这边已经很明白了，这个利润是很可观的，而且呢，在这一次，他们也打算要直接呢撇除美元交易，没在怕的。甚至呢，普京还打算要去印度来会晤莫迪，2个人本来就是好朋友，现在呢有机会在新德里会面。好，其实现在呢，印度要减购吗？ CNN 的讲法是这样，他说了，中国炼油厂呢已经下定至少有15船原本要供去印度的俄国石油，这一些说本来都是要卖给印度的，但是呢，现在可能因为他不买了，所以呢，全部这一些要直接出口去给中国。但是对于美国来讲，他们现在到底是什么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跟印度虽然呢都买俄罗斯油，但是观点不一样。好，为什么？人家看看，这是贝森特他们的财长说的。贝森特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直接的讲，中国是怎么样？中国呢，它是在俄乌战爆发之前，人家已经买了13% 的石油来自俄罗斯，现在这个比例16%，他觉得相对啦，渠道多元合理。
啊，但是你印度不是啊，你在俄乌战之前，这个比例俄罗斯进口的比例不到1%呢，啊，现在是多少？42%，所以你这个叫做奸商，叫做暴利，它将之称为印度式套利，所以你这跟中国怎么能够一起看呢？好，某些层面上来看其实中美之间现在有一些的转环因为你看现在中国的稀土磁铁对美国的出口量说已经创下了半年来的高点。讲是讲高点，但其实呢，量是多少？量是619吨啦，但是已经比6月多了75.5%咯，所以呢，就让美方这边多少是有感受的。可是农民没有感受，原因是因为你如果真的比较好的话，你为什么不买一下我的大豆呢？眼看又要收成了，美国农民就直接讲了，今年中方没有买任何一船的美国大豆，那造成他们巨大的财务压力，所以拜托川普政府赶紧跟北京达成协议吧。而目前呢，在北京这边，传出他们好像要开始来推自己的稳定币了。这个是外媒所讲的，路透社报道说，中方呢打算要推跟人民币挂钩的稳定币等金融创新商品，大概在8月底的时候会批准相关的计划。但如果讲到稳定币，你一定得要好好听听川普怎么讲啊！毕竟呢，他说他上任之后就是要好好搞定这件事情嘛。好，现在呢，川普被人家给披露说他当总统之后，已经买了超过1亿美元的债券，包括什么公司债、州债、市政府债、国债，通通都有买啦。好，而且呢，买完之后让他的身价是大涨的哦。好，但是他们白宫这边的讲法是，不管是哪一种买，反正都不是川普或者是他的家人自己去买的，而是交给专业的分析师，他们帮他来做财务资源的分配，是正常投资范围。所以回过头，我们想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样来看？好，这个呢是美国突然出了3艘军舰4000兵进驻加勒比海，说是要去委内瑞拉禁止一切的毒品泛滥。本来委内瑞拉也会有朋友啦，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接下来俄罗斯又要去那边演习了。反正美国也不会做得太过啦。委内瑞拉现在就是经济困境嘛，对啊，它炼油厂空有这个储量，全球第一，炼油厂太旧，对，没有办法炼油嘛这个当然，这个查韦斯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钱就直接发福利给老百姓了嘛那这个困局其实很难解这个要做很大的投资这个我不知道了，反正美国即使委内瑞拉要跟你合作，你也要帮他重建炼油厂对，一样对不对那我倒是觉得，印度这个就是赚机会财啦，那人家本来就很会做生意那只是现在俄罗斯跟美国关系不好嘛。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俄乌和谈有进度，那你还可以继续罚印度吗？对不对？印度就说我买俄罗斯的油本来就应该是正当的价钱会高一点，还会高一点可是还是会比美国的油便宜很多啦这个我是觉得美国的关税不会拖很久啦，因为明年他要选举。对，那目前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对关税战不利了。第4季我认为物价上涨就开始了。那还有第1季，明年第1季，我认为第2季一定撑不住了。所以贝森特真的难得讲这么大的实话那他讲这个中国印度的买油状况真的就是这样贝森特还讲了一句大实话，他说川普的关税就像正在融冰中的，就好像就在融冰意思这个关税只会越走越低了，对，最后就撑不住了啦，就只好假装没这件事就结束了，他撑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台湾有一些厂商撑一下你不要赶快结束营业，你这是假设川普会搞3年不可能的啦那所以那一样嘛，很多国家也会去看这个局面嘛比如说韩国就说好我要投资美国，人家趁机会去赚大钱，
造船业嘛，对不对啊？那中国大陆也跟你好了，我就先开放部分的稀土，结果你就发现它开放的稀土通通都是磁铁，其他功能的稀土它没有开放哦，因为那些可能都跟军工有关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它也蛮精明的啦啊。那至于大豆，对不起啊，我的船期已经约定了，约到9月。那他是跟巴西买的，买完了，是啊，人家巴西的船就要出发了，所以我怎么跟你买呢？这个美国也很难强求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有准备啦，就是你现在正在兴头上，那就跟你玩一玩吧，玩到明年第一季，看你还能不能撑下去啊。反正好像经过的人会啊，那到底谁能够撑到最后？等等回来继续来说。我们在讲到油这件事情，美国现在就很在意了，到底跟谁买油，怎么买？请教盛峰老师。他在跟谁怎么买，评论下美国的发言权是越来越低了啦。第一个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油的出品国嘛。那过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以及中东战争之后，他就发现怎么样子用美元跟能源两个凑在一起，是世界上真正的后跟壁。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对于油源的掌控，对美国来讲，它整个全球的战略布局是它最在意的。好几次的中东战争，不管举了什么理由，谁都知道就是为了油嘛。那现在也是如此。委内瑞拉，我的感受很深。在民国79年的时候，我到多明尼加，因为我一个表哥在多明尼加做了蛮大的农场生意，做非常成功。他就跟我讲说，他准备到委内瑞拉去发展。我说你们跑到，他感觉委内瑞拉很落后的感觉。他说不对，那比起多明尼加强太多了。委内瑞拉是很富裕的国家，为什么？因为它有油源，而那个时候是一个我们不太了解的地方。所以在民国79年的时代，就是90年的时代里，委内瑞拉是南美洲一个发光发亮的国家。那到今天搞成今天成这个样子，这个里面委内瑞拉自己当然要负很大的责任，但是就如同所有中南美洲的国家一样，美国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美国在这里可以讲剥削他们，剥削了太多。假如美国今天以能够像中国对待这个东南亚国家的态度啊，来经营中南美的话，今天中南美的国家是起来的，而且美国是更强大的。但是美国不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这种规划下，大概收刮就来不及了啊。再过来呢，这个关税能撑到什么时候？首先我讲2个问题。当时关税一出来，不是他每天上上下下的说，这个要停到什么时候？解放日之后，有些人到，这每一次一弄就造成了股市的波动。对，华尔街的朋友就跟我讲一句话：内线交易嘛，这就是川普的内线交易嘛。我们刚才讲的 PS5好了，这个游戏机涨了10块，这个从50万美金，这是1/10价格啊，1/10啊，多少人撑得起啊？那为什么非买不可？因为他在生活上有大家的需要嘛。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PS5还是玩。最后，请岳老师帮我们总结。我跟你讲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啊。美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一切都向前看的啊。美国连总统都不例外。川普做的每一件事情的话呢，都是为了炒股啊。川普买债券的话呢，是他众多投资方式的一种啊。而且川普自己的话呢，泄露一个大消息以后呢，就会想到说，指着隔壁讲说，你们都赚翻了吧？就是只有他知道他能够影响到世界的市场。所以说我跟你讲，美国这个国家的制度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这个资本主义的制度当中的话呢，是一切都跟着钱走。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他现在的话呢，要解决他自己37兆的这个国债的问题的话，它出现这种绑住美元的稳定币，可以说是自1947年以后的这个布莱顿森林之后的话，又一个绝招，它的绑住美元。其实的话呢，它的稳定币的话呢，没有任何意义，就是1比1美元就这样子绑住以后呢，所以大陆马上在
推出来啊，就是大陆的稳定币啊，也是绑人民币的这种情况下是要对冲啊。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就你一定要有实力才能对冲啊。我们讲委内瑞拉是没有实力的，委内瑞拉的话呢，它唯一的实力是石油的储量是世界第一啊，但这个没有用啊。它前面一个总统查韦斯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乱搞，为了跟美国对抗。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先来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耶鲁政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燕莹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一位说在休息一个星期之后冲出江湖，我们的曹董。曹董呢现在还是忧国忧民啊，您看看他就讲啦。怎么政府不管呢？做点正事好不好？年轻人现在保台的意识是很薄弱啊，每个人都在那边刷抖音、刷小红书，为什么我们不禁止呢？这个抗共保台意识薄弱是我们的国安隐忧，好吗？好，那另一个事情是什么？是呢，其实在网络上面，现在台湾人很多人说一醒来是刷 Thread 啊。好，Thread 呢之前被民进党认为算是他们的一个同温层很厚的地方，可是呢，最近这个莱尔校长这一个广告。二创在 Thread 上面疯传，所以呢，他就讲说，算不算被大举入侵？最新的一个动画，一个这个创作了哈，二创是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哦，说应该有一点点像是我们的劳动部长洪申翰，因为这边写零日供给变成零日供给，下面写着救安基金辅助了多少钱？好，原因是昨天这则新闻很多人看了有感，为什么一支影片一场记者会就可以核销拿走1000多万，连审计部都打脸，那我们现在不用查吗？洪申翰出来说有啦，我们已经在检讨了，但是其实呢，对于这种事情。为什么年轻人会看了有感？是因为本来你的讲法是这样啊，你要进去劳动部里面，你就是要好好来看这救安基金。那为什么这些问题会一再发生？本来政府告诉我们，文策院是什么？是要拿政府的钱来帮忙我们民间找民间的人来担任。结果现在呢，说最新的一个财报被发现了投资大小眼。郑丽君当时他主导的时候，每年是砸10亿、100亿预算，可是问题是呢，过往这一些。好像所有的投资，因为他们讲嘛，不是只有补助而已，他投资要入股，但回报到底多少啊？为什么是那一些人你要去投资？连文化界很多人都有出来检讨这件事情。再来，文策院过去是民间专业人士来管理，但现在传出了是文化部次长王石师来兼任，大家就在讲啦，那不就是表示又收编回去，让你官方自己来管了吗？所以这一些内容让很多人看了之后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啊？再来啦，就网络上面现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现在的氛围是说，其实以前看国民党的这些文宣广告，你会哈哈哈；现在看民进党的这些作为，你可能会让人家就是不禁莞尔一笑。比如昨天的这个送水歌，网络上面大家就开始在问啦，国民党怎么没有跟他讲一下光电废水？他问你核料废水，你没有回敬他光电废水吗？因为现在能源议题。823即将要来投票，希望大家可以去履行你的公民义务啦。好，因为呢，最近我们看到川普他有高建出来了，对于绿电、风电、光电，他说那个叫做世纪骗局，在害农民的，因为他特别强调了，他说呢，在他的政府底下。不会核准风电跟太阳能发电，那一些就是害农民没有土地可以耕作，美国的蠢日子要结束了。这个大动作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呢？好，毕竟啦，台湾现在一直在讲不能移美嘛，对不对？那如果川普已经这样讲了，那我们现在的核能政策，台湾政府会怎么说呢？对此其实每一次只要有人说移美论的时候，沈伯洋就会讲啊，说是中国想让民众轻忽威权。不要让大家模糊焦点，不要说呢把美国跟中国比在一起去比烂，那大家就开始要问，过去的民进党3个神主牌，一个是反核，一个是台独，一个是公投，如今真的比下去，认真检讨起来，是不是会全盘皆输？毕竟现在的公投，
有很多人，民进党内的人也出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经济部长也出来讲，公投民意怎么能够来公投和安呢？和安不能公投，那民意代表着什么呢？过去的川普跟现在的川普讲法不太一样，过去的国师谢金河讲法跟现在讲法也不太一样。现在呢，他是怎么讲？他说，北京闷声发大财啊！不对啊！我以前在看谢金河的这个评论的时候，比较常看到他对中国的这一些经济发展比较有隐忧啦，或者什么疑虑啊，怎么会讲说闷声发大财？他的逻辑是这样，他说川普在重整世界秩序，但是呢，大陆是选择以静制动，而且呢，本来拜登时期套在大陆上面的紧箍咒，现在呢，其在川普执政之下，反而让他有时间、有机会可以来调整他内部的经济结构。我们去查了一下，发现呢，上证确实这1-2个星期来是往上走的，近1个月呢上涨了有6% 左右。那以前他讲的，比如说日本要把失落的30年棒子交给中国啦，比如说如果川普重返白宫，那经济呢，中国会趴第30年啦。这一些好像现在讲法又不同了。目前呢，大陆如果你去看一下关键字，很多人在讨论的是这个这个是黑悟空下一步的神作吗？因为现在有一个叫黑神话钟馗，官宣已经曝光了。他们讲是还没有做好，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概念。可是你光看到它这个相关的影像宣传，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感觉细致度会不会跟上次比起来又提高？他们也强调啦，整个西游过程不会只有这2部而已，会一直往下在发展当中，只是当黑神话钟馗官宣出来之后，网络上面大家讲的是什么？人家有黑神话钟馗，我们有啥？有人说黑神话马祖，有人说绿神话钟馗，有人说绿鬼话中分。大家的感受又是什么？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这个是曹董觉得很担心啊，为什么民进党不进小红书，不进抖音？这个只会想到用打压处理言论问题啊！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鲜明对比啦。抖音跟小红书也不是只有台湾在红啊，美国也是啊。美国人禁吗？也传过一阵嘛，对不对啊？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绿营内部对于这一些跟他不一致的言论啊，他现在连那个因应的能力都没有了，那只是想要把它禁掉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连《镜周刊》都说民进党的论述能力在退化嘛。你去想一想嘛，到最后你726的代表是曹兴诚、王义川、沈伯洋、八炯、闽南郎，这撑头吗？这能撑头吗？这有论述能力吗？还好你走得快。我的意思是说，怎么会变成这群人在代表？乱神话，对不对？所以所以后来你说把徐国勇找回来我们拭目以待了。好，希望他能够拉高民进党的论述能力跟格调。徐国勇，这个我们讲的是有关那个你的论述能力的进化，是那民进党是在退化嘛？那另外一个实体面嘛，请问赖清德做了1年台湾有哪一个实体面的东西有创造出来让我们看到成就的？我坦白讲，除了台积电之外那也不是你赖清德对不对？可是你看大陆就是很多东西，这个都是美国在报道因为美国不断的看到嘛，所以美国逐渐的必须要认真对待中国大陆这个对手那中国大陆这样也是好事啦，就是美国也是一个像样的对手。那你们就去竞争嘛，至少是往上竞争嘛，你认为民进党有在往上竞争吗？给人家感觉就是你对大陆看到的东西，你就会去比如说馆长去深圳，看到深圳的科技发展，是，然后到上海看到人家的城市发展，结果绿媒反应是怎样，你知道吗？说大陆也有豆腐渣工程，你怎么不去看？这不是废话吗？那难道我到台湾不看101，要去看烂尾楼吗？去看监狱。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
对啊，这个就是关税不行啊，关人最棒啊，就是你要回应人家嘛，不然凭什么馆长他的影片有100多万人在看？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而且你讲到那个民进党的存在的历史的正面价值，逐渐的在消退嘛。台湾独立做不到啊，现在都要退到维持现状，然后硬把中华民国宪章解释为台独啊，就是在退嘛。那反核嘞，连美国爸爸都出来骂了，那核能现在变成各国的主流那还有一个公投公投现在很少提的啦，公投他现在还故意让你不能够绑大选，让你投票率不够，所以你去想一想，历史上民进党你曾经有过了3大在标榜自己的正面主张的东西，台独、反核、公投，现在还剩下什么？那这样就表示你的历史道路已经走完了，没有必要再存在了，赶快重新组党吧。请教一下顺峰老师。是刚刚阿亮讲啊，这对民进党啊要拭目以待。我这国语不好的不能练，我拭目以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带的。没戏好唱的，有什么好唱？因为你可以看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内出嘛，一样嘛。党之将灭也必有妖内出嘛。你看他整个的党里面什么国师，那个身份可以当国师吗？对吧？还有狗师啊，对，国师，还是国师，你不要盯着我的国语嘛，对不对？国师什么假国师、假专家、假测试，对吧？这个必有妖内出嘛。你可以看国民党当时面对党外的言论挑战的时候怎么办？有一条办法，禁，天天把你的杂志禁，你出一本我禁一本，禁得了吗？禁到最后仍然必须开放嘛，因为时代的潮流如此。今天台湾再怎么样子，它有几个价值，你不要去挑战它，一定会被社会反噬的。民主那个监督制衡的价值，这个你怎么说你说不过去。第二，反贪腐的价值，这个基本上社会是接受的。但是今天民进党你的作为，还有这一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在网络里面流传出来，是什么？是因为国民党会造假，或是民进党会提供材料？是民进党提供的材料嘛？只是以前炒菜的技术比较差，现在来了一个炒的大家口味比较好一点的情况。另外呢，我们要从一个另外大的角度来看呢，世界的格局正在大转变中，影响台湾未来的大陆和美国，他们也正在翻身大定位中。台湾要怎么来看自己？我们还能留在过去那样的看法吗？对吧？大陆、美国是影响台湾，而他们两个人的身份地位角色正在大大的转变中。这个的转变里面，美国在想办法争取更多的时间，中国大陆也一样，在寻找更多的来创造更好的东西。而台湾呢，是在这里沉沦了。我们这几年谈台湾，除了台积电还是台积电，你还谈了台二电、台三电吗？什么都没出现。好，从这个来看看，黑悟空啊，到现在的黑神话这个钟馗，它所代表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中国大陆文化自信的崛起。我刚刚来的时候，看了黑悟空的这个广告片，那不是黑钟馗，那个比黑神话悟空更艰难，更拟人化，而且那个不是拟人了啊，是拟人啊，对，拟人化。更拟人化，更有人味。不，他的整个的那个故事，而且每一个故事里面所含有的那个文化的元素啊，而且是中华文化的元素，一看就是中国的产品，一看就不是迪士尼的产品，一看就不是日本的产品，一看就不是美国的产品。这种文化的自信所展现出来，在他的影片上、他的游戏上、他的 AI、他的文理，请各位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中国大陆在文化自信的文理的创造啊，那真的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了。那借这个机会可以跟各位讲，假如有机会，你到一个你不太熟悉的城市啊，叫做郑州。郑州里面有一个类似这样游乐场，里面叫做什么？名字叫只有河南。所有有人去过那个的感觉，那个的感受啊，
就跟迪士尼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我认为有文化。类似这样子一个纹理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我敢大胆的预言，在10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孩子不需要白雪公主，也不需要小矮人，也不需要米老鼠，因为属于中国的文化故事会让他们成为他人生生活长大的一部分。这种文化自信正在崛起。台湾在玩什么？还在玩沈插阳的鬼扯淡。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面对，在这个时代巨变的转大过程中，我们要开始重新寻找我们的定位。或许我们掏空，我们才能够装满；或许我们蹲下，我们才有机会再重新挑高。请教一下岳老师，这个曹兴诚的逻辑有问题啊！这个曹先生讲说，大罢免的过程当中很少看到20岁的年轻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看抖音、小红书啊。我很怀疑曹兴诚有没有看过小红书啊？人家小红书本身在台湾的经营，这个是全世界的潮流啊，对不对啊？然后那个抖音的话呢，是里面获得很多的资讯的来源啊。那这边的话呢，把它上线到这个形成国安忧虑，但是他最主要讲说，他参加大罢免的过程中没有看到20几岁的年轻人结果另外一点更麻烦他说他看到了他周遭都是30岁到40岁的女性30岁的女性跟20几岁的女性看得出来只有曹兴诚这种专家才看得出来我真的是因为现在的话，因为大家看到青鸟里面打扮人的话呢我感觉上还年轻人不少，不晓得他为什么有这种感觉，但是他把这个罪状都归诸于看抖音、看小红书，他其实根本都不了解，逻辑错乱，有他自己的因果的问题。另外一个逻辑错乱的是谢金河了。谢金河讲到说，为什么大陆闷声发大财呢？他就是以大陆的7月份这个上海的这个 A 股的话呢上涨了7%，就认为大陆在闷声发大财。谢金河是一个股市中心主义的，他认为经济的指标完全都是看股市的成就当然呢，从他这个个人的角度来讲，但是他称之为国师，实在是有点危险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另外他讲到说是日本正在把失落30年的棒子交给中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为什么会失落30年？那个广场会议1985年的时候，我人就在欧洲的时候，我看得非常清楚。日本人是你听也要这么照着做，你不听也得这么照着做。就是日币的话呢，当天的话不到1个月的就升值了将近1倍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能够接受美国对他的予取予求？就是你处处受制于人。今天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而大陆的不贵却是一个响亮亮的口号。这个不贵的感觉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我坦白讲，中国认为目前为止，谢金河讲说在闷声发大财。根本就不对，大陆是艰困的在发大财，非常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但是他那个不贵的精神，让美国引起非常大的尊重。你知道吗？贝森特是怎么看中国的那个川普是怎么看中国的？他们都认为强的对手正是他们要的，而弱的对手弱的就不是对手那这个就无所谓，随便踢随便刮。但是我跟你讲，美国的原则就是遇强则弱，遇弱则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跟你担保，中国绝对不可能跟日本一样，还什么失落30年。我觉得再过个5、6年，大陆就要起来了。确实他在特别提到说，这2015年以来，上海股市现在看到了新高，所以呢，大家就会开始在问这件事情